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陕西行运县，这个地方呢也是属于一个渭北高原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古民居古宅，在那个明末清初到清朝中叶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超级豪宅呀。等一下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。其实不管是南北，特别历史文化深厚的地方，都有很多古民居古宅，我们都看过一些，像西安的、宝鸡的，还有中原大地的。它这个地方呢，也是相当于在一个原上面啊，因为关中平原、渭北高原、黄土高原，它这里属于渭北。听说这个建筑非常非常豪华，超出我们的想象。这个地方就是唐家大院，唐家大院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，因为这个地方呢，在明末清初是非常有名的，当时在这个地方很有声望，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。他们财大势大，名扬西陲。商号呢，就是他们的店铺啊，商店遍布陕西、甘肃、四川、安徽、江苏、福建等13个省50多个县。也就是说，到了四川不用去别人的店，自己的店在四川哪个地方都有。那马走到外省呢，不吃别人家的草，自己家里的草都足够了。所以想想他这个唐家当时多么财力雄厚。在清朝嘉庆年间，唐家人口呢不过60人。但是呢，仆人丫鬟有165人，还备有莺歌教。在唐家鼎盛的时期，这里共有院落87个，2700多间房间。大家想一想，在古代很多皇宫可能都没有2000多间房间，我们现在想象不出来，到底当时他建在这个里到底有多么繁华。他制作唐家大院总共修了43年，我们说朱棣的紫禁城都没有修43年。所以想想他当时修建的多么豪华，大家能想象得出来不？当然了，现在肯定没有这么多了，现在剩下的房间不多。它里面的建筑呢，全部是木头、石头、砖结构组成的。我们进来了，看一下这个建筑。一进来，它这个门就是有这种石雕，跟宫殿建筑一样的。它这个地方呢，入口是在侧边，正门是一般不开的。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，这里呢是第一重院落。正常来讲的话是要从这里进来，但是现在可能就是说为了参观保护，它就能从其他地方进来。我们就来看一看它这里面的建筑还剩下哪些布局，哪些房间展示的。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砖雕非常精美吧？它这个是土地堂，用来供奉土地神。我发现呢，在陕西的这些古民居都有一个供奉土地神的，而且都是在进门的旁边。这有分好几层，有牡丹花、梅花、兰花、菊花，还有蝙蝠，有瑞兽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这个非常精美。现在这个地方呢是一重院落，这里是一重院落，旁边也有一重院落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打个比方说哈，我们说他唐家大院有3兄弟，那么这里是一个兄弟居住的，那旁边也是一个人，就是分为几重院落这样来分的。这个地方是账房，主要是统管唐氏家族的经济往来、账目开支。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会计，因为那个时候一个大家族，那肯定也要掌管钱粮，掌管那个我们说的财政，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公司的会计嘛，财务。在古代，就是说他们也有俸银，就是打个比方说，这一家人有50个人，那么每一房每一个人这个月能领到多少钱，就是我们说的零花钱一样的道理。这些里面很多这种石雕啊，这个是八骏图，这个八骏图大家了解吧？继续走，山水唐家家史馆，这个唐家是什么时候迁到这里的不知道，但是鼎盛时期就是清朝中期，它是从清朝初年到清朝中期，一直都是很庞大的一个家族。这石雕太多了，这个是下棋的，宋太祖赵匡胤和有一个人在华山对弈，精美吧？它不光是中间，四周也有。这是梅竹图，在一整块红砂石上面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说的大厅，
这是主人，主人在这里待客，在这里议事，有人来拜访，就在这里接待，商讨事情也是在这里的。然后在这里事情商谈完了之后，那可能就在旁边这边我们说的喝喝茶、聊聊天这一类的，可能吃饭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们再往前看一下，这里有很多这种牌匾，奉正大夫、盐运使司衙，就是等于他这个唐家呀，后面呢有人当过官的，就当过奉正大夫，好像是三品官员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一个我们说的官宦之家，大家了解一下啊。再看一下这些的木雕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在伺候吧，然后这个是在交谈，然后这个是在我们说的叩拜，这个女的应该属于长辈，然后下面这个应该是她的指示，像老母亲可能拜别，她要出去了，说是不是？我估计是这样的。你看一下这些，太精美了，这个都是1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个地方是唐家大院的鸟瞰图，就是当年这一块呀，就是这个渭北高原这一块的那个我们说的一个园上面，估计都是他唐家大院的房子。这个只是仅仅做出来的一个效果图，可能远远还不止这么大，因为大概要2700多间房间。那么想一想面积有多大，我是想象不出来。继续往前，从议事厅进来之后，就是整个这个建筑的核心部分，就是我们说的，属于居住的地方，卧房，左右两边。按照正常来讲的话，古代的话，陕西这边的民居，一般这一块的左右两边的卧房就是儿子或者女儿的居住的房间，但这里可能有点不一样，不知道是后面改了还是干嘛。一般以前正常这边是儿子的，然后这里呢就是改了，看看，这个应该是一个老夫人，这个是一个炕，然后有被子，这个跟南方我们睡觉的完全不一样，南方是床，然后北方这里呢我们说的炕，这个炕而且挺长的。那有时候我们经常看电视也知道，他们有些人吃饭也在炕上，上面有一个小桌子嘛，吃饭，然后他们做针线活也在这个地方。因为古代的话，特别是明清，假如说一个千金大小姐他们是不出门的，那做针线活就是在闺房里面。这等于是衣柜，还有梳妆台。这个是另外一边，看到没有？上面都是女孩子的，所以正常来讲的话，这里就是他们家族女孩子的居住的地方，相当于我们说的闺房，而且跟其他地方看到不一样，因为它这个房间可能还是经过整修的。正常来讲，这里是有2层的，为什么会2层？1楼就是我们说的丫鬟居住的地方，2楼才是千金大小姐，千金大小一般都不出门的，所以这个地方要区分一下。它这里布局可能应该是改掉了，因为我们看了很多陕西的，多少会有一点了解嘛。这个地方是上房，家中最年长人居住的场所。正常来讲的话，这里应该是他们家族的，我们说的族长，就是老大居住的地方。但是这里呢是年纪最长的，可能就是我们的他的祖辈啊。这里还有绣楼，清代富贵人家小姐的闺房，里面有琴棋书画、文房四宝，所以它整个这个就有点不一样。我们说的，它既然这里是最长辈的人居住，那么怎么会有设置一个绣房呢？绣楼，对不对？你假如说最长的，那可能是他奶奶还好；如果是他爷爷，那绣楼放在这里肯定也不太合适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也有点疑问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些木雕的浮雕，这有点我们像那个上面这个有点像八仙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大家了解这些浮雕吧，我不太懂。这里有一个老妇人房，我们刚才说绣楼，那么自然而然，我们刚刚猜想的，这里应该就是他奶奶居住的地方，对不对？
但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疑问还是存在的。我们继续往前去另外一个院落看一下，看看旁边是什么。旁边应该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书房这些办公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属于寿堂，就是清代富贵人家过寿的习俗，有那个寿礼寿桃，来瞄一瞄，看一看。古代嘛，讲究这些。这个是寿桃，包括现在很多地方也还是一样的，有这个说法。后面一个寿字，就是家里的长辈嘛。在寻义有这样一种说法。寻义民俗给青年人过生日叫做过岁，老人叫做过好日子。过寿有着严格的讲究，在家族中只有辈分最高、年岁最长，才有过寿的资格。即便你七老八十，如果父母健在，就不能过寿。做寿的人必须儿娶女嫁，家中没有任何负担，3代同堂，子孙绕膝。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，这个都是一些传统的民族文化。有一点我非常奇怪，我走了这么多陕西的古民居，像它这个古宅唐家大院这么豪华，为什么它这个我们说的天井啊，就这个院落这么小？大家说是不是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同样的，这两边呢都是左右厢房，这个大家非常熟悉吧？这个就是年轻人结婚的样子，就是复原了清代富贵人家结婚的场景。现在这种传统的婚礼越来越少了。然后像这些的话，就是我们说的嫁妆一样的带过来的，大家说是不是？莺歌轿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马车，但是它这个呢是清朝富贵家中才有的，普通人是没有这种的。它高峰期就是我们最鼎盛时期，2700间房间，然后66辆这个莺歌轿，一辆莺歌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那个一辆红旗轿车。你想一想，谁的家里能够放66辆红旗轿车，对不对？多么豪华，多么奢侈。所以呢，我们无法想象他的唐家当时到底有多么富裕。大家能猜得出来吧？能想象得出来不？这个唐家大院我基本就看完了。它是现在看到有2重，一个是我们现在这里，然后一边是那边，那边可能是居住的，然后现在这边呢是展示一些我们说的习俗的。但是呢，当年肯定不是这个样子，因为2000多间房间的话，它用是用不完，只是现在只剩下这几十间了。但是从这几十间，我们也能看到，包括它的浮雕、木雕、石雕，也能够推算出当年这个唐家是多么的繁华，多么的富裕，多么的奢侈。对不对？因为单单剩下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说的民族的瑰宝，那么它鼎盛时期的话就更了不得了。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这里看一看，参观一下。